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比较多啊，一个是下周前瞻，一个是武汉封城周年祭，还有一个就是五毛培训课程啊。那么我们今天大概讲这3个主题。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武汉封城周年祭呢？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那么这是一场人类社会最大规模的一场劫难啊！你想死了这么多人，影响这么大啊！这就说你往前看，人类社会除了世界大战以外，没有发生过一次在和平时期出现一个这么大规模的灾难啊。那么我们要回溯啊，看当初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没有底线的这种撒谎啊、谎言和吹牛啊，他以为这个世界上谁都不记得了，然后他不断的重复这些谎言。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个选项，让大家知道真相是什么啊！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周年祭的原因啊！我先把这个下周前瞻跟大家报告一下啊。1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举行啊，1月25号到29号啊，达沃斯，这是以前这是中国很时髦的一个活动啊，但是其实这个影响力已经下降了非常的多啊，就现在大概主要是中国在参与这件事情啊。第二个是越共13大召开啊，1月25号到2月2号啊，13大越共的13大，那么510万，越共有510万党员啊，那么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总共是1587人，他会选新的越共的领导啊，这是一个对越南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啊。然后是蒙古开始进行这个总统选举。2021年总统选举从1月25号开始正式启动啊，投票是6月9号啊。那么蒙古的宪法规定，总统任期是6年啊，那么不得连任，不得重复参选啊。新西兰从1月25号开始，25号23点59分起，除了澳洲和南极洲一些岛国入境的旅客之外，然后其余所有的入境旅客必须提供72小时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2月8号开始，不能提供有效证明的旅客将会处以不超过1000新西兰元的罚款。然后就是土耳其跟希腊进行第61轮试探性的会谈。那么土耳其跟希腊之间，他们关于这个大陆架的这个和专属经济区的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从2002年开始谈啊，一直谈到2016年都没有任何的结果。然后会议开始政治协商，然后又开始这2个国家，他们有夙愿啊，历史上遗留的夙愿啊。1月26号，美联储召开今年第一次货币政策例会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疾控中心 CDC 啊，下达新的规定，所有飞往美国的航班都在1月26号开始，所有的乘客要提交这个核酸检测证明为阴性，如果不接受检测就不能登机啊，这是一个。27号，中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啊施行啊。那么第二个，香港入境，从香港飞北京的这个航班需要这个核酸检测证明啊。28号，这个苹果公司发表今年第一季度的财报啊，
就是1月28号发表2021年第一财季的季报啊。然后28号中国的这个春运开始，春运是从1月28号开始，3月8号结束，预计会发送旅客17亿人次，比去年下降40%啊。那么日均4000万人次啊。那么1月29号万达体育从纳斯达克退市。1月31号大阪国际马拉松举行啊，然后美团互助关停啊，大概就是这样啊。那么下周前瞻就说这，那我们再报告一下什么呢？疫情的更新的情况。国家卫健委1月22号24时，全国新增确诊病例107例啊，其中17例是输入型啊。本土病例90例啊，大家就数据就不用听，我们主要是看趋势啊。其中本土病例，黑龙江56例，就讲的全是确诊病例啊。黑龙江56例，也就是说黑龙江现在成为一个新的热点。河北15例，吉林13例，北京3例，上海3例，然后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9例啊，99例，其中境外输入是10例。那么从他公布的情况来看，中国的这几个热点的省市还在持续的出现这个本土的传播的情况啊。那么我认为这个本土的这个爆发的情况仍然是在发生啊。下一步的情况就是要看，其实现在就是已经发生的这些地方来看呢，就是要看1周之内他们的趋势怎么样。如果1周之内还在持续发生，你比如说像河北还在发生啊，河北并没有停啊。你看之前热点是在河北，现在转移到黑龙江，大概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各个省开始轮流出现这种案例。因为什么？下一阶段马上开始的是什么？马上开始的是春运啊。其实现在已经开始流动了啊，春运其实比它规定的时间，春运是28号开始，但实际上这个星期春运就是主要的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热点，包括杭州、苏州这些地方都已经开始有出现人潮，其中广州南已经人山人海了，所以大家知道这种大规模的人员的这种流动，其实是为这个疫情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这个交叉感染的场景啊。所以如果下一阶段出现新一轮的爆发，我不意外啊，我一点都不意外啊。大概疫情的情况就是这样啊。那么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我具体的深圳1月23号。龙华区发现了一个这个核酸检测阳性，然后就是上海是3例，目前呢上海有确定本地是9例啊，9例，其中宝山区有2个小区被列为中度风险，然后是黄浦区的昭通路居民区被列为中度风险。上海虽然它讲出来的数据只有9例，但是从上海目前封停的情况来看，我相信肯定不是9例啊，肯定是比这个想象的要大得多啊。然后就是北京也是3例，新增3例，然后北京是东城区跟西城区开始进行全员检测，然后你可以看在东城西城是北京的核心地区啊。北京城里头讲的就是东城、西城、海淀都不算的，东城是100万，西城是120万啊。那么全员检测，你可以看到东城、西城，核心区域就是都是排队检测的核酸检测的人群啊。这是北京，然后河北呢就核酸检测1025万
做完了，石家庄。那么河北是新增加的确诊病例，大家知道中国的确诊门槛是非常的高的啊，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只要一发现阳性就是一个案例啊，中国不是，中国是阳性不算啊，最后要临床加上临床很多条件才算确诊啊，我说你确诊就确诊，不确诊都不算，都放到感染里面，感染是不公布的啊，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所以河北省是确诊2例都在石家庄，所以它的数量很少，数量少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因为这个标准不一样。石家庄1月20号到22号进行新一轮的这个全员核酸检测，检测了1025万人，那么发现了32例阳性，它都不算里头啊。那么其中主要是搞成就是32例啊，32例，然后吉林通化市呢就22号它新一轮的这个核酸检测结束，全市是36万人啊，其中88例阳性。那么如果讲比例来说，这个通化市现在是下一轮的高峰啊，这比例非常的高啊，大概就是这样，疫情的情况大概这样啊。那么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情况啊，武汉封城周年祭这个周年祭的开幕是从哪儿开幕呢？是从这个武汉市市长周先旺下台开幕。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武汉市市长周先旺啊说他在这个他当时就说啊，他说这个我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他现在负责了，下台了啊，1月22号下台。然后他公告是这么说：周先旺因工作需要向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辞去所有任职的请求啊，接受他的请求啊，就这样啊，周先旺就下台1周年，这还真会挑日子啊。那我们怎么去纪念这个1周年呢？啊，这里面有2个，第一个我会跟大家报告一下我当时的文案啊，当时的文案是这样啊，标题是我们1月23号做的这个节目，标题是武汉肺炎最新疫情，武汉封城抢救千万市民，这是当时的题目啊。那么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有几个啊，第一个，英国帝国理工专家发布中国武汉肺炎患者4000例啊，当时中国才几例啊，才公布几例，他说已经有4000例了。他当时这个英国帝国理工的专家说啊，由于现在这个疫情是爆发的爬坡期，每周新增的人数会以数倍的发展，就是每周都会翻倍的往上涨。那么很多证据显示，一方面中共在大幅掩盖真相确诊人数，另外一方面拒绝接受疑似病人，这就是我们当时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真的发生的事情他在掩盖，另外一个他在拒收很多的病人啊。那么这当时的新闻是1月22号凌晨，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级响应，2级紧急响应，它还只是2级啊。然后就是武汉即日起，就是22号起，全市启动进出城通道道口重大疫情排查防控工作啊。那么然后到了1月23号凌晨，武汉1月23号凌晨发布消息，就是从1月23号10时起，武汉全城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车暂停运营，无特殊情况，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当时就是这样。那么从10点钟开始，那实际上从22号晚上就已经知道了，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人开车走了啊。1月22号，
这个副总理孙春兰去武汉啊，那么武汉当时陪他的有谁呢？卫健委的主任马晓伟，然后是这个副秘书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为什么念这个名字？大家可以让大家再想起，当时在处理这些事情的主要官员都是谁啊？冤有头债有主，认清楚是谁。第一个副总理孙春兰啊，卫健委主任马晓伟，然后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卫健委副主任王鹤胜，然后是省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蒋超良当时已经撤了啊。省长王晓东，副省长杨云彦，武汉市长周先旺啊，这陪着啊。然后呢，当时的什么呢？当时的这个世卫组织啊，1月22号21时，就是纽约时间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宣布，世卫需要更多的信息才能决定是否宣布武汉肺炎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啊。到现在当时还是没有决定啊，当时武汉已经封城了。那么谭德赛说啊，紧急状况委员会明天会继续开会讨论，这是我们当时的报道。我当时的评价是这样，武汉有1100万人，目前疫情爆发，那么评价是什么？评价第一，国家层面的动员机制还没有开始，这是最大的问题。习近平、李克强还在神隐啊，那么指挥部没有成立，军队还没有加入，对湖北武汉的支援还没有展开，贻误战机，祸国殃民，这是我当时说的啊。第二，湖北省要全面动员，武汉是核心，也是危机的中心，要全力保武汉。那么武汉现在最危急，武汉只有5600个病床，不足以应付当地的需求。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出现的情况是什么？武汉周边的市县的病人会涌到武汉，会加剧武汉的这个问题，所以武汉要紧急调集物资，调动这个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同时不仅仅要支援武汉，要支援武汉周边地区，武汉周边地区的人数比武汉还要多，只有疏导了武汉周边的地区，才能稳住武汉，稳住武汉才能稳住全局。这是我们当时的报道啊，所以要动员所有的媒体资源，要全面的报道武汉湖北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情况是什么，而且当然最重要的要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啊，要洗手，要戴口罩，要防护啊。但是没有，这是1月22号、23号我们的报道，但实际上我们报道结束。我们报道之后，武汉就整个的医疗系统就已经崩溃了，已经崩溃。崩溃的反应是什么？崩溃的反应是2件事。第一件事情，武汉出现了大规模的院内感染，就是我们当时看到的视频是非常恐怖的，就是武汉医院内部人满为患，那就是大量的院内感染。院内感染的后果是什么？大量的医护人员倒下啊，这是一个让整个医疗系统崩溃的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另外一个原因，他根本就无法接收。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无法接收这个要寻求救护的病人，他公交又停掉，地铁又停掉，这些病人根本就去不了医院，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车的。车也不让开，所有的车都堵住，所以这些病人根本都到不了医院。你想走过去怎么走啊？这是一个，就算你到了医院，他也拒绝治，因为所有的医院全爆满，5600个病床你怎么够？所以很多病人是死在了家里，这是最悲惨的事情，就是医院本身崩溃，然后大量的病人在家里死在家里。这就是在武汉发生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讲，武汉死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100倍
我讲了无数遍这件事情，武汉死了很多的人，具体是多少没有不知道我们有一些估计，我这里不讲那么这是一个武汉封城1周年过去了，你再回过头来看现在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包括孙春兰，包括这一票人员，他们做的事情，现在做的事情跟当时做的事情没有区别。其实武汉肺炎疫情这次发生的情况，跟当年2013年就是 SARS 就是非典，其实是一样。中共在一系列的这个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当中，他们表现出来的情况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是什么？第一个，隐瞒的后果是什么？导致疫情的大规模爆发，这是第一个当他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时候，他用粗暴的手段进行阻断阻断之后呢，用粗暴的手段阻断之后呢，就产生了大规模的次生性的人道灾难那么大规模面对这个大规模的次生性的人道灾难，他的做法是什么？冷漠无情，冷酷无情，然后就解决那些告诉大家出现灾难的人这里面有什么呢？这里面有制度的原因制度的原因就是中共的这种专制的这种制度。专制的制度的特点是什么？它消灭所有的社会组织，除了政府没有其他的组织，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单一的社会。那么没有社会组织投入去进行社会救援，你是不可能做到有细节的，那就是粗暴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共本身的执政能力非常烂所以他就做不好这些事情所以他们一直以来就是不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他是解决不了问题，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就不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只解决什么？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所以你可以看武汉肺炎疫情开始，从谁开始？从李文亮那8个医生被这个训诫开始，然后到现在是什么？张展被判4年，这都是什么？公民医生被抓公民记者被抓，像什么孙斌这些公民记者被抓这两头，你可以看到这两头的事情就是中共维稳的模式。我今天呢，大概的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时间轴，大家就知道，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其实在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爆发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时间窗口是可以采取措施控制它，不会演变成因为一场这么大规模的全球性的灾难。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我读给大家听。12月1号，金银潭医院就是武汉的传染病医院，收治首例病人，他们没有华南海鲜市场的暴露史，所以之前一直在讲是华南海鲜市场发生的，其实完全不对，这是个谎言跟华南海鲜市场没有1毛钱的关系。你看这第一个病人首例病人是没有暴露史。12月30号，武汉卫健委发布内部通知，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与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联开始撒谎。其实所有的谎言你可以看一下，所有的谎言都是武汉卫健委发出来的你可以看得到12月30号，李文亮、刘文、谢林卡等8名医生在微信群提醒同事有出现这个不明原因的肺炎很像 SARS 我中间有一些我就过掉12月31号，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达武汉。12月31号，武汉卫健委公开通报27例不明原因的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也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1月1号，武
平安武汉通报，就是武汉公安啊，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这个中央电视台播了多少回？中央电视台这条新闻都播了14回啊，他在不同的频道、不同的时段播了14回啊。1月5号，武汉卫健委通报患者59例，未发现明显人传人，未发现医护人员感染。1月6号，武汉两会开幕，然后1月6号，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发文启动2级紧急响应。其实他们已经知道了啊。1月8号，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为疫情的源头。1月10号，武汉两会闭幕。然后1月10号，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被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住院。1月11号，新华医院出现第2例医务人员感染。1月30号就出现轻度症状护士。1月11号，7名医护人员感染。那么1月11号，武汉卫健委通报41例患者，死亡1人，强调3号以后就没有新的病例，也未发现人传人，未发现医护人员感染，就开始撒谎啊。然后1月15号，疾控中心内部发文启动一级紧急响应。1月16号，武汉卫健委通报无新增病例，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很低。1月18号，1月17号，湖北省两会闭幕。武汉期间，武汉卫健委通报无新增病例。1月20号，钟南山宣布人传人。1月22号，协和医院的 CT 医生做透视的刘丽说，一天做了200个 CT，143个疑似啊，这已经开始爆发了啊。1月22号，这个湖北省启动2级响应。1月23号，武汉封城。1月23号，浙江、广东、湖南启动1级响应。1月24号，你看到现在为止，你看到23号，浙江、广东、湖南是1级响应，可是1月22号，湖北省还是2级响应，荒谬嘛？相当荒谬。1月24号，湖北省才启动1级响应。1月25号，新华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梁武东去世。这是第一财经日报的时间轴，我只是拿下来，因为没有时间再去整理。应该可以整理出更多更细致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从武汉肺炎从一开始，其实大家知道这是一场高度传染性的疫情。高度传染性的疫情是什么情况呢？其实它规模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些人会去医院，所以其实医院是最前线，他们最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时的后来叫那个医生叫什么来着？他在他的文章当中说得很清楚。其实当时的医院前线的医院已经知道，所有的医生就跟这个病人有接触的医生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外面的老百姓都不知道。当地政府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情况，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一下子嘴边上当时最重要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聚餐，有将近4万人的聚餐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这是这场疫情在当地出现大规模爆发，我印象中是1月18号1月18号爆发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你可以看他们当地做了很多很混账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在中间的任何一个时间窗口把它停下来，
扎扎实实的采取这些疫情控制措施，这件事情不会演变成一个这样的局面。所以你可以看武汉市、湖北省为了他的两会，为了拖了整整一个星期，那两会开了一星期，他就拖了一个星期，直到18号才上报，才会有后来的这些安排。18号上报，然后就去湖北省两会是11号开幕，然后18号结束，17号结束，他18号上报，然后是18号上报之后，钟南山他们20号宣布人传人，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中共这整个体系，就是说你看在每一个层次都是混蛋，那这每个层次都混蛋，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啊。好，我今天看到在推特上看到一个5毛培训课程。大家知道我们在面对疫情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还面对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5毛。5毛呢就混淆视听、捣乱，就是污蔑、泼脏水，什么都干。好，我现在拿到一个5毛培训课程，我讲给大家听一下。为什么我一定要讲一下？因为像5毛发起这个揭露的，应该是从我开始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保持对5毛的警惕啊。5毛我们这里经常来啊。5毛的课程是什么？它总共有14条，有点长，但是很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它是14条做法。第一个，维护大局稳定，预防群众反抗，利用民众贪生怕死的心理。我看这个行文呢，就不大像这个，老实讲就有点像假的，有点像假的，因为中国的行文是不用民众啊，不用民众这个词的，进行思想维稳。但是呢，我觉得总结的非常好，这14个正好反映了什么？反映了5毛的14个操作要点啊。主力宣传民主改良，培养民众成为温和派，让民众始终相信国家、相信政府、相信党。这个是表述是不对的。通常国内的文章表述是首先要相信党、政府、国家，通常的表述是这样。他这个写行文有点不大像，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讲，很有意思啊。第二，要学会转移矛盾，遇到腐败的，把责任推给贪官污吏；遇到关注民生的，比如医疗推给医院，养老推给社会，推给老百姓，房价推给开发商，环境污染推给企业和有关单位失职，暴力执法就推给警察和城管。要让民众相信党的政策是好的，只是官员没有把中央的政策执行好，避免把问题引向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党和政府啊，这个很到位啊。3，对于影响社会稳定的热点问题，要懂得转移视线，扮成民主派与民众和意见人士讨论，用一些八卦舆论或者不会触及制度、不会影响稳定的热点话题进行炒作，分散民众的注意力。第4，利用个体之间的认知差异，适时抛出一些具有一定说服力的意见，引导民众展开讨论，引导民间形成不同的派系，互相之间不断的争论，从而产生矛盾。这讲得非常好。适当的时候可以3、5人一组，各支持一方，让意见人士在无休止的争论中消磨时间和精力，要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防止维权群体之间达成共识和团结。所以我是不讨论的啊，我是不会去进行争论的，因为没有意义啊，因为这种争论通常会被5毛拿来达到他们的目的啊。第5，对于各种问题的探讨，一定要避免触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让民众的认知始终停留在体制和法律的改良上面，让民众始终相信改革、推崇改良。
6. 宣传全民觉醒理论，避免维权群众走向极端，让一部分顽固分子抱有一线希望，有一个精神寄托，其重点还是引导民众总体保持温和，避免出现暴力抗争，影响社会稳定。第7，学会钓鱼维稳，对一些暴力倾向较重又无法进行思想改造的个体，要积极与其接近，并且假装参与，全方位了解对方思想动向，在全盘掌握其计划后，适时诱导对方采取实际行动，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抓捕，做到人赃俱获。看见钓鱼执法。8. 适时抛出一些假消息，诱导维权群众转发，在形成一定影响之后，适时揭穿假消息，借此打击削弱维权群众的公信力。第9，一人多号，利用不同的身份发布一些虚假内幕腐败消息，引导民众关注官员个人腐败，将腐败炒作成为八卦娱乐，让民众对腐败产生麻木，消除腐败的敏感性，同时也淡化维权群众的民主诉求。10，利用各方面的质疑，揭露对方过去的污点，来打击维权群体中影响较大者，防止出现具有凝聚力的领导人物。11，让维权群体与普通民众产生隔阂，在两者之间制造矛盾，利用一些维权群体比较自负的特点，引导他们歧视普通民众，以此削弱他的影响力。12，以捧杀的方式让顽固分子与西方民主理论脱离现实，让用国民素质论、国情论、历史论、文化论等等一切可以利用的理论对民主制度进行否定，同时列举一些民主制度的失败例子，引导民众继续相信社会主义道路。13，团结改良派，打击顽固派和革命派，强化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基础，削弱和民主思想对民众的影响力。第14，坚持网络舆论维稳与社会武力维稳并重，搞好网络与官方媒体与舆论引导工作，打击敌对势力，分化瓦解维权群体，消除民众对政府和党的敌视，防止出显性侧边抗争，显示侧边抗争，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制度500年不动摇。行文一看，这不像是官方的东西这行文很像很有这种海外表述方式，但是这14点非常反映五毛的工作方式，大家可以参考，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现实就可以拿来活学活用就是对付这些五毛，所以我要特别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总结一下。第一个一周前瞻下周前瞻第二个就是我们更新了一下这个现在的疫情，现在的疫情应该黑龙江是一个热点那么然后北京、上海都在持续的发生，河北仍然是一个高发的地区然后我们就是武汉的这个封城周年祭然后就是刚才讲的五毛培训课程五毛培训课程大家可以，我回头会贴到我们的社区去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好，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刘宁谢谢，建旭谢谢。情况最近发现微信朋友圈被屏蔽，发什么朋友都看不到，大概是因为分享了几篇公众号，都是为弱势群体发声的。
我现在我自己的感觉啊，现在的中国在舆论控制方面，大概已经跟文革的时期差不多了啊，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情况坐标河北石家庄，现在一方面宣称市区范围内没有新增感染，另外一方面又加码防疫，社区层面甚至一度上升到封单元的程度。封单元就是楼下的那个铁门就封起来啊。封单元这是在武汉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封堵方式。你把单元一封呢，大家都出不了门。如果他不再往上送物资的话，会出人命的啊。情况坐标石家庄，农民工39天无处去，睡涵洞，一切没有比去年的武汉进步一点，就是这样。提问：石家庄把城区零星病例与农村爆发强制绑定，在3次以上检测之后，仍然保持检测前的强制隔离政策。考虑到石家庄屡次提出要做首都的防护城河，要做首都的缓冲带，这是否说明现在的行政体系已经面临维稳的危机，已经顾头不顾店了？他现在的是这样，现在地方政府呢，地方政府面临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只要出事儿就撤职，所以地方政府官员他是很紧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除了封堵没有别的手段。从 SARS 从非典到现在，中国的整个的医疗体系面对这种大规模流行病的，它的医疗体系没有进行过改造，也没有升级，也没有进化，所以实际上在官员手上只有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就是封社区、封小区、封社区、封片区，最后就是封城。所以一方面他面临一个非常极端的这个处罚的手段，就是你那里出了事儿，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你出了事儿，你没有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就撤你职，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他没有其他的手段，他就这个手段。所以你可以看到出现一个案例就封城，就封一大片。对于官员来说，他尽量的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他没有坏处。所以你可以看到，当然这里面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可能你看到的情况只是一部分，他只告诉你一个案例，一个确诊病例，他可能后面是100个，没有人知道。所以第一个，他到底有多少确诊病例你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就算是有一个他封城，他都不会错。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看到的情形就是，地方官员层层加码，一层一层往上加，一层一层往上加，就是说这个城市这个民众付出了他们可能不必付出的代价，但是他是不是不必付出呢？没有人知道背后的真相。这就是中国，我经常讲中国的疫情防控都是一笔糊涂账，糊涂在这里啊。情况，我是武汉人，1月23号上午12点跑出武汉到襄阳，之后当地一直进行居家隔离，襄阳已经全城封闭。2月2号护送医护人员才能回武汉，回到武汉和平时一样，小区没封闭，超市还开门，不过物资不多，人们可以到处行走。元宵节之后，新领导上任后全面封闭，看见没啊？所以其实，去年的这些疫情的情况，很多时候是，我经常讲的是，就一干正事就千疮百孔，这就是千疮百孔啊！说要封城，结果没封嘛，是不是啊？很多地方还没有封闭嘛，是吧？所以就是这样啊。情况坐标北京，我在西城租房住，光看新闻说让全体检测，但是我们一直没收到任何消息，还是这样啊。
情况坐标北京西城老宣武区啊，老宣武区，我在那儿住过啊。刚才在母亲家吃饭，问这里是否核酸检测，他说门口贴了张单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和我想的一样，核酸检测不可能做到全体。北京内城区很多老小区住的都是老人，出门很少，更不可能去排队做检测，所以所谓的2天做到全体检测都是这么一说，民众也就是这么一听，一个笑话而已。情况坐标河北衡水，家里有老人检测出肺炎，当地医院建议去大医院手术，北京进不去，开了核酸检测证明，去了济南省医院，又告知不接受河北病人，这就是这样子啊。情况坐标湖北，去年疫情期间，表妹全家感染，去医院没有任何药品，找关系求医院医生才给几片药。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当地朋友，他压根不相信，打电话去咨询他在医院当院长的伯父，才相信这个事情。当时的确没有药，没有任何治疗方案，当时其实是没有治疗方案。就算你是去医院，就让人吊个盐水什么的，其实都是靠自己的身体扛过去了就过去了，没扛过去就死在医院。当时是没有治疗方案啊。情况由于亲人病危，从广东回湖北老家，需要做核酸检测，所以下午去镇医院，被告知只能上午8到11点检测，等到第2天又被告知镇医院不能检查，要去市人民医院检测，再去市医院，那里没有任何人协助，也没有任何公众指示，所有的事情全靠打听，一会儿上3楼，一会儿下1楼。宣传说的是免费检测，但拿到单据收据是80元，实际上是82.6块。这就是中国的事情啊。情况坐标广东惠州，年底了，部分政府部门加大罚款检查力度，多部门联合检查整治小微企业，直接开天价罚单。这是不想让这些小微企业活下去啊。情况我前女友的男朋友去年疫情期间因为胃病去医院检查，感染肺炎去世，这类的事情可能很多，也不会纳入死亡病例。观点，在变态的厉害国，一切正常的天灾会演变成无底的人祸，一切人间的惨剧都会变成权贵的赞歌，非常正确。去年还进行这个表彰啊，表彰4个5个啊，表彰包括这个每个人带个大金牌子，丑死了，真的是丑哭了，真的是这样的表彰啊，真的是笑话。观点，党国宣传3大宝，隐瞒反转丧事喜办，当初武汉肺炎如此，现在莫茶亦如此啊。莫茶现在开始洗地了啊，洗地。我昨天看到一篇网文，开始说去这个莫茶家，说2栋小楼，家里也不是这个贫困户啊，说他死是因为他跟他赌气，跟他父亲的不联系导致的啊，这种洗地呢就很下流啊，下流的是哪里呢？下流2点，第一，官方正式的媒体不去，派一个没有鬼人知道的媒体去，这第一个。第二个，这故事编得很粗糙，你和这个莫茶他在动态里面显示出来的生活形态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编得不像啊。情况，上海肿瘤医院几个到10几个人关在一间屋，没有物资，只能吃泡面，睡硬纸板，盖垃圾袋，半夜3点起来叫做核酸，其中还有孕妇，而医生接去酒店隔离，护士留在医院给病人吊命，3六9等分得明明白白，拿底层不当人。肿瘤医院是这个鬼样子吗？10几个人关一间房间，没有物资，吃泡面，睡硬纸板，这什么情况？这跟坐牢差不多。
情绪坐标上海，老妈在上海某3甲医院做一个肩韧带撕裂后的再接手术，住院3天，出院那天收到账单，医保支付2万多，个人支付5万多。要知道退休1个月工资才几千块，看个病治疗一下又挖去老人储蓄中的一部分棺材本，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据我妈说，在门诊时排在前面那个外地患者因为脚科韧带撕裂就诊，一听手术费，挣扎的扶家人连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医院。别再说上海如何先进，没钱一样靠边站，有病照样等死。做个这样的手术要这么贵吗？8万块钱一个手术，韧带手术，这抢钱吗？这个是啊。情绪，中国式封城最大的特色就是抹杀一个人字，所有个体被一个所谓的国家利益抹擦的干净，非常正确。情况坐标四川威远县农村地区，从明天开始凭健康码才可以外出上街，可老人基本连智能手机都没有，就算有也不会用。一方面各种刁难不让外地人回家，另外一方面老年人在家又不能外出上街买东西，这就是国内的防疫政策。情况坐标吉林，通化疫情爆发封城，小区都被封了，不让外出，物资供应短缺，管理混乱，许多老百姓粮食和药品不足，百姓在微博求助也被封杀，当地媒体自称物资充足。情况地点昆明，去年年中购买了3联周刊和财新的纸质新冠疫情特别增刊，因为害怕现在互联网信息泛滥，而且时间久了会对曾经的记忆出现模糊和忘却，只有纸质的媒体能够最清晰和永久的记住历史。互联网也行，我会保留所有的资料，你可以看着我们的视频，没有人会删我们的视频啊。所以在 YouTube 上面的视频，从去年到现在，昨天有网友说我们的视频已经有1000多了啊，我们已经有1000多个视频，我没数，1000是肯定是过了的啊。情绪，看王老师的节目已经1年了，在王老师这里学到很多的知识，对这个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父母商量之后，准备明年赴日留学，打算大学毕业后留在日本工作，然后移民。相信只有努力奋斗，目标一定会实现。感谢老师为我们身在墙内的人传播普世的价值观，真心祝福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谢谢你。提问，王老师你好，关于这次疫情，我们应该怎么看被中共捧上天的钟南山？钟南山是一个机会主义者，那么在上次 SARS 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声誉啊，为什么？因为他出来说真话啊，说大家其实他不是流行病啊，他不是流行病专家。但是他出来讲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医学常识，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在上次的这个非典期间，他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声誉，所以他才为什么会高级专家组，卫健委的高级专家组让他去带队，他不是流行病，他不是干流行病的啊，但是让他去做组长，然后最后他出来讲，出现了人传人。这件事情是他第一次在这个中央电视台上说人传人，这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武汉也好湖北也好，卫健委都一直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人传人就不是疫情，人传人才是疫情。那实际上疫情就已经爆发了，人传人大家才会进行防护，所以在这个初期的时候，钟南山的这个表述是有功劳的，但是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他就开始做2件坏事。第一件坏事是什么？第一件坏事就是开始帮着这个政府在各种谎言，他去帮原政府的谎言，这是第一个做的坏事。第二个呢，就卖假药。莲花清瘟就是他全力推出来的，
就是你想一下，这个莲花清瘟是哪儿出的呀？石家庄出的。你看石家庄这么大规模的疫情，看见没有？莲花清瘟怎么不拿出来给大家吃一下呢？所以这是骗人，完全是就是卖假。一个是他做2件坏事，第一个坏事是帮政府圆政府的谎话，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卖假药坑害老百姓。所以钟南山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所以他应该被全世界人民唾弃。他戴着那大金链子啊，那大金链子非常符合他的形象，非常符合中共对他的表彰啊。情况坐标上海，我妈妈骨折后先去了一家医院，由于没有认识的医生，医生上来就说要装钉板，要进口的，大约10万。后来托人有经验的医生说，结果只要骨头接上，再加静养换药就行，医药费差了几百倍。现在的医院基本上就是大家知道秋天的蚊子吗？秋天的蚊子叮人特别狠，一叮一个大包。现在的医院呢，就经济状况、经济形势不大好，经济效益不大好。为什么？就是因为去年的疫情的结果是什么？疫情的结果，现在老百姓不大敢去医院他们对医院心存恐惧，就就诊率急剧下降。就诊率下降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肯定超过一半。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医院的这个病人就诊率没有原来的一半。那你想一下，医院的收入会一下子下降很多。原来医院是个非常赚钱的生意，所以你想一下，一赚钱他就怎么样？他就使劲花钱，他各个地方都有人来分你的钱，他招很多的人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开支就很大。你突然一下收入下降了一半以上，而且有的时候还收不到钱。为什么？医保那边本身是有问题，就不能及时把他钱给医院，所以有些医院开始倒闭，原因就在这里。什么黑龙江发生过，黑龙江本地的3甲医院都倒闭，你想想什么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发生之后，现在医院是什么？进来一个宰一个，很宰，使劲宰，往死里宰。就现在医院的宰得越狠，病人就越不敢去，医院的收入就越低。所以现在的医院就是秋天的蚊子，非常狠情况坐标上海，看病的都是预交5万，管你有没有病医保，用完了出院，不够再补。我同事的母亲没有花完，买了半年多的营养米粉，就是这样现在医院非常的恐怖不大敢，现在老百姓不敢去医院情况坐标北京大兴，有朋友住疫情同单元作为密接人员，4种检测，喉鼻血肛，被要求去昌平宾馆，有狗狗不能带，表示狗狗不能带，不能去，每天晚上12点各种事情打扰这个很惨，就是一集中隔离，自己养的宠物猫猫狗狗不让带，怎么办？你就放生吧，这是宠物，他们自己没有生活能力的，放生是什么意思？那就是饿死那就是这个鬼样子。所以你看一个国家对动物的态度反映什么？反映文明程度，对这个低下阶层、低收入、弱势群体的态度，反映什么？道德程度、道德水平。在这个两个方面，中国既不文明也没有道德坐标东京，在东京6年，中国唯一比东京好的就是不寂寞，有人情味儿。但日本人素质高，如果中国也能民主，一定不比日本差。中国如果能够民主的话，中国不会比任何国家差情绪，去年武汉封城时候看了 HBO 拍的《切尔诺贝利》这部电视剧，对里面的一段话印象深刻。
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不是它会被错当真相，真正的危险是，如果我们听了太多的谎言，会无法分辨真相。非常对啊！情绪非常感谢王老师和大家记得我们武汉封城1周年，有些武汉本地人反而忘记了。情况昨天开始，香港也学习中国无预警封城，把2个街区封起来。作为香港人，看到香港的管制不断的粗暴化、劣质化，而自己又做不到什么，真的很心痛。情绪今天是武肺大爆发1周年，凌晨4时，香港实施封区，让我很有感触。回想去年武汉也是此时封城，造成大规模人道灾难。武汉人在此后在全国各地受尽了歧视，一方面感慨香港越来越像大陆，用粗暴的手法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希望港人能够不歧视被封社区的人，因为这一切产生问题都是无能政府造成。情绪当时封城，到雨灾，到现在又封城，经济行为低落，中共的老百姓都乖乖听党的话，我很难过。为什么不反抗呢？观点，5毛培训课程彻底暴露了 CCP 丑恶的嘴脸。观点，中国的洗脑能力空前，与大量的5毛不无关系。他们不仅伪装成普通的网友，甚至还会上土共这样的词汇，让我们误信他们并不是相信官方一派的人。在我了解到5毛的存在之前，我还一直把官方的电视、报纸当作党的喉舌，殊不知大量网友评论也是党的宣传机器。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翻墙的习惯，每天看到所有的观点和我不一样，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在认知上有根本性的错误。这就是5毛要做的事情。5毛做的事情其实是这一类，他并不是他并不是说5毛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5毛最重要的功能是它让你产生错觉，认为你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大量的观点是那种观点，你会慢慢的靠近它，这就是它的影响啊。虽然很多他的工作很粗糙，但是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啊。观点，5毛利用民主制度中的2党机制进行反串，发表极端言论，制造冲突矛盾，在台湾已经路人皆知的事情。在这次我这次讲过就是说中共在美国大选的舆论控制上方面全面获胜。为什么？他这个假扮这个两方，一方是川粉，一方是拜粉这个左右互搏，然后卷起大家的两派这种支持者的互相的仇视。洗脑不是一般的洗脑，你可以看现在很多人拔不出来的原因有一半是5毛的功劳啊。观点小粉红就是5毛的宣传工程的产物，很多粉红只是患有色盲症的人，就像患色盲症的人一样，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世界真实的色彩。一旦他们戴上矫正眼镜，他们就会被真相震撼，无论如何也不会再相信那个单一的无色彩的世界。非常正确但是这很难。情况坐标上海，老爸老妈反映上海的菜价上涨离谱，最近几周一颗大白菜上百元人民币，老百姓就是韭菜啊。提问：王先生可否把5毛14条贴到社区？当然，我等一下就贴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